深夜女人寂寞难耐，因为丈夫生理有缺陷。夜晚她听见丈夫要派人将阿根斩草除根，吓得她惊魂未定。第二天一早，急忙叫阿根远走高飞，甚至还拿出了一块价值不菲的磨盘送给他当盘缠。少奶奶，这是老爷的东西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要。殊不知，女人这一举动直接害了阿根的命。丈夫得知后，气得咬牙切齿，连夜绑走了阿根，残忍地将她活埋在了燕床下。至此以后，阿玉的心死了，身体也随之死了。丈夫也因为吃了太多的补药，英年早逝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公婆思念成疾。1年之后，硕大的家中只剩下了阿玉一人，守着那张刺骨的燕床度过余生。一晃30年之后，和她有关的2个男人都变成了白骨，而她自己也到了垂暮之年。侄媳妇儿负责照顾她的日常生活，但她并非是孝顺，只是在等阿玉100年之后霸占她那张价值连城的燕床。侄媳妇儿早就打听过燕床能卖上万大洋。这天，一个古董商贩跋山涉水慕名而来，想要低价收购燕床。阿玉虽然腿不好，但也不傻，2000块说什么也不卖。为此，商贩3番5次前来商讨。由于阿玉腿脚不好，她已经10年没走出过院子。这天，商贩突然拿来一个轮椅，并且亲自坐上去为阿玉演示使用方法，告诉她以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突如其来的关心让阿玉枯萎的心重新生根发芽。商贩推着阿玉出门散步，讲述着自己年轻时的故事。随着2人的关系越走越近，侄媳妇儿怕商贩打燕床的主意，公开警告阿玉以后少和他来往。这么大把年纪还不正经，你说谁呢？你不就怕我把燕床给他？燕是我的，我乐得送给他。第二天，侄媳妇儿找来人评估燕床的价格，却被阿玉赶出了家门。3天后，商贩又给阿玉送来了几副中药。他告诉阿玉自己要去外地出差一段时间，叫他在家好好照顾自己。临行前，阿玉要把当年送给阿根的磨盘转送给商贩，当做定情信物。这可是块老磨了，先放在这吧，等我回来再说，免得你侄媳妇起心。之后的几个月里，阿玉每天都要拖着残疾的双腿在门前望上一望，时刻期待商贩的归来，但每次都以失望而告终。终于有一天，阿玉忍无可忍，独自一人驾着轮椅走出了院子。下坡时，车子不受控制，不慎跌落河中，从此以后卧床不起。侄媳妇儿见阿玉没有了反抗能力，不再担心她的阻挠，趁火打劫卖掉了燕床。可当燕床抬起时，发现了藏在里面的骸骨，秘密被揭开，阿玉的生命也随之终结。那块手中断裂的墨代表他无疾而终的一生。终于他放下了一切，去往了新生。虽然阿根不是阿玉害死的，可40多年来，阿玉一直活在愧疚中，毕竟阿根的死和他有关。阿玉到死也不明白，如果是他害死了阿根，那又是谁害了他呢？其实害他的人不是丈夫，是封建无知的陋习，更是那个罪魁祸首的燕床。女人生来就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。当商贩归来时，只看到了落满灰尘的轮椅，他独自一人推着轮椅走向了远方。阿玉这一辈子爱过3个男人，一个自私自利的丈夫禁锢了她命运牢笼，一个露水夫妻最后却因她而死，让阿玉余生都活在内疚之中。最后一个爱而不得，守着燕床永远都在等待，至死也没有等到她的归来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到这里了，我是怪兽，怪兽的兽，下期见。